耶，大家已经在这儿聊上了，我看看都讲了些什么。直播时间，美西早上5点赶不上，留言点赞，感谢啊。这个看来美西的时间是跟我们这儿差的比较远。然后怎么看 iPhone 16？我感觉更新一年比一年小，很失望。尤其是2024年还是在用60赫兹的屏幕，还不如国产千元机。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苹果是不能被定义的啊，就是，你会发现苹果也好，包括任天堂做 Switch 也好，他们的很多指标其实都不高，但是呢，大家就喜欢去用它，它不跟你比这些玩意儿。特别是像摄像头啊，摄像头，你比如说国内出过这种就是1亿像素的这种摄像头，但是效果并没有苹果的那个好，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不是能够那么好的去比较说它的60赫兹的就怎么样。虽然我也不喜欢华为，但至少三折屏感觉三折屏我是觉得真没啥用处。川普看来是真不太行啊，还是活在过去。你在讲早晨起来这个川普跟这个就是贺锦丽的这个两个人的访谈哈，就或者说叫辩论吧。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因为我是没看，我太太从头到尾看完了。现在看起来呢，贺锦丽应该是占了一定的上风啊。现在各种的评论也都是在讲这个事情，而且呢，从美元指数说今天他们两个人讲完了以后再下跌这件事儿来看，也算是贺锦丽占上风。因为如果川普上的话，美元指数一定会走强，对吧？贺锦丽如果上的话，这个一定是美元指数会往下走的啊。这个大家肯定普遍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但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的这种辩论呢，更像是我前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这种专业精英人士和屌丝网红之间的这种对喷，对吧？这个川普他自己的基本盘，他就是一帮屌丝，而这些人呢，在美国这种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他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给你投票，那你咋办呢？你贺锦丽可能确实是可以影响到那些能够操纵美元指数，或者是能够波动美元指数这些人，然后也能够去影响真正的专家、真正的这些媒体人、评论员。但是你真到投票的时候，这些人也只有一票，对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贺锦丽讲的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像律师一样的说话，或者说讲的要稍微的好一些。而川普呢，就是很多的这种比较粗俗的红脖子语句，就是讲了半天。但是你要想，川普自己也是一个纽约的富二代，对吧？然后也是很好的学校出来的，他这种状态应该是他后来在做主持人、在做网红的过程中逐渐的训练出来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呢，其实很能够赢得他相对应的这个选民的这种好感，那他也就是各得其所吧。但是美国的这种选举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在帝都的人啊，我们只管坐下吃瓜就好了，就是甭管他们谁上啊，对于中国来说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啊，没有哪一个说我上来以后就要跟中国搞好关系，谁也没说这话。这个黑神话里头，孙悟空为了结正果，三杀老婆白骨精，杀妻正道的事迹，有这故事吗？我怎么没印象里这件事儿呢？而且那是他老婆吗？失望不失望是个人感受，不过我猜测说失望的大概率也没仔细了解和思辨苹果如何平衡这个问题。这件事儿是这样啊，就是从苹果的角度上来说呢，他可以去思考说，我应该如何去平衡，
各种的用户体验、成本设计，所有的这些东西，对吧？但是，呃，你从用户的选择角度上来说，你没有给用户一个可以辨识的结果，对吧？那这个就会影响销量，因为最终失不失望这件事儿还是要看销量。以前其实每年苹果也都是发布会完了以后，大家讲，哎呀，挤牙膏了，特别是提姆·库克上来以后，就在不停的挤牙膏，对吧？但是最后呢，销量都还证明了，今年的话真的是有点难。这个以前每年苹果去发新手机的时候都会上一个新颜色，因为只有拿着新颜色的手机，你才知道，就别人才知道你用的是苹果手机，因为苹果这个东西是有社交属性的，对吧？你如果在第一时间拿出，苹果今年新颜色的手机的话，那一定是个有钱人啊，或者是一个对于这种科技产品有比较高追求的一个人啊，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今年的苹果新颜色呢，在国内被起了一个很奇葩的颜色，奇葩的名字。以前有土豪金，有什么这星空紫什么乱七八糟东西，起了很多很漂亮的名字。今年这个苹果的新颜色被国内的媒体起名叫秋裤色，就是这个男士、女士穿着这个旧的秋裤的颜色，对吧？这个就反正它那个颜色不是很鲜亮呗，比较陈旧、比较暗淡的一个颜色。这个你想，理想卖它这个叫什么那个车，然后被人家说你这个车长得像一个棺材，最后导致，去起诉。那苹果这个新颜色被叫成秋裤色，这个提姆·库克不知道作何感想啊？用有使用场景来说明要比强的逻辑不通，什么意思？难道苹果年年挤牙膏没有使用场景？这个是个话是前后没说明白啊。如果断言川普是活在了过去的，再说如何断言川普是活在了过去呢？再说哈里斯难道活在了未来或者现在啊？这个就属于是打标签了，没有任何意义了。哈里斯刚说了要面对未来嘛，这个繁体字我看起来稍微费劲一点。不要继续分别了要谈具体计划。然后立马又把川普一顿贬损，他说他不是拜登但是他是拜登的副总统，他总没有说要和拜登有啥不一样吧？这个拜登现在还在呢，你咋不一样啊？张灵甫第一个太太很早就离婚了这个故事不知道。你看看我这还没开始呢，你们这儿先聊起来多好。这个是有时候美国竞选看起来比全票通过还糟糕没有长远规划，永不认错，永不承担责任。4年以来物价飞涨，好歹也承认下艰辛探索，告慰选民，没有把国性和人性统一起来不自证其罪。话说回来，有2个烂土豆选总比没得选强铁口直断难声音。根据不在他讲什么做什么，而是在于加州街上看到明确的支持的都是他。建议增加开卷考试，候选人25道简答题，25道是非题。如果比如列出你任期内所犯的10大错误，工作家庭不能兼顾，不许写。这个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选举比全票通过更糟糕了你都全票通过了，还选个啥劲呢？对，先点赞也有个办法，总统选举改革成总统考试，这个还是别费劲了，只要有考试，一定有舞弊来了，欢迎点赞点赞。刚刚拼多多1199抢了最新的降噪耳机，便宜200，1秒钟抢没，太幸运了这个还是不错的。赶上了，欢迎。今年是垃圾袋配色现在网上都在喊它叫秋裤色。今天911，23年前还在读大学。哎，23年前是哪年呀？
我想想，今年是24年，那是01年是吧？我是95年毕业的，那个离这个读大学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啊。刚来啊，老范不知道听说没有，最近 UBI 育碧股价跌回10年前，投资扑街，想听听有什么看法。没什么，这个很正常，我觉得。2001啊，是。如果美国也变成共产国家，我们连在这个平台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了。不能这么想，共产国家也是有这个言论自由的啊，至少写在宪法里了。我尽量不用耳机，容易对听力不好啊，这个事儿不好说。就很多人觉得用耳机一定对听力不好，抽烟喝酒一定对寿命不好啊。这个，你看看那个达芬奇活了多少岁？我看苹果发布会讲了10分钟，什么材料，什么拉丝工艺，什么圆角，差点睡着了，我压根儿都没看。这个老范怎么看索尼的8年大作上线1个礼拜就扑街了？这个其实挺正常的。索尼自己其实不是特别擅长干这个事儿啊。对，那总还是有一些这个话是不能乱说的，对吧？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然后我的评论哪儿去了？这儿，嗯，我看看，这是今年 iPhone 怎么样啊？不会买啊，今年肯定不会买。我这是15 Pro Max 还使着呢，这个16肯定不会买。骨传导耳机和 OWS 开放式耳机，其实我是不喜欢的。我喜欢的耳机就是这个入耳式耳机啊，或者是用这种全包围的这种大的这种降噪耳机，我是喜欢这样的耳机的啊。这个，而且我戴入耳式耳机是可以一次戴24个小时啊，当然24小时太夸张了啊，但是基本上比如说带到彻底没电，然后塞回那个充电盒里充电，然后再带，一直把那个充电盒使没电了啊，我是可以这么带的。因为我经常比如说在外边也不叫经常吧，有时候在外边会 city walk 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四处溜达呀，包括坐飞机啊什么的，对吧？我就会啊一整天戴着耳机。我对于这种入耳式耳机是非常适应的。好啊，我们继续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米哈游创始人让游戏人转行这一条，有人讲了啊，还是老黄埋头卖芯片最安稳了。这个怎么说呢？为什么其实把这个要念一下？因为老黄呢现在也在出来说我要回购，我要500亿美金回购，对吧？他也想稳住股价，但是现在英伟达的股价呢一直在往下跌。这个里头呢，其实要讲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没有什么生意是稳的啊。你越是觉得一个生意稳的时候呢，这个生意基本上就已经到头了，就要盛极而衰，要出事儿的时候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老黄现在肯定有老黄自己的问题啊。一方面呢是有反垄断调查，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各个大佬也准备联合起来把库大干翻，对吧？所以他呢，也很麻烦。再往后啊，苹果和微信2选1一条啊，这个里头有人想了啊，中国移动代理收费，这个比苹果还要早，费率也是30%啊。这个里头呢要稍微纠正一下，中国移动代收费最早的时候费率是80%还是几十，我忘了，反正非常高。因为什么呢？当时充进去的钱是移动的话费，就是你比如你充了500块钱话费，然后它允许你拿话费再去冲抵一部分的这个游戏啊，或者是商业购买，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移动扣钱扣特别狠啊。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支付方式呢？因为这个很多人当时的手机是报销的啊，所以就是可以用一个比较高的这种套餐啊，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些话费在里边去做一些其他的支付。啊，另外呢，其实在非洲有一些国家，他们的电子支付就是这种手机费，啊，他们有很多人就是
你帮我充点手机费，然后我就给你零钱啊，或者是这个拿这个手机费我给你充一点然后你就把苹果给我。我忘了是非洲哪个国家了，据说是这个电子支付的比例非常非常高啊，完完全全靠手机费走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吧。啊，再往后啊，中国对苹果是最好的，苹果在其他主要国家几乎都被诉讼罚款过，在中国费率最高也是事实。这件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中国呢，它也被诉讼，也被罚过啊，这个都是有过。前面咱们还讲过，特别是像这个中文在线啊，一些做小说的网站经常去起诉苹果。为什么呢？就是盗版软件的这个，就是盗版他们小说这些软件也在苹果上架，苹果也没有把它发现啊，也没有把它处罚，对吧？还不给人分钱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苹果肯定是会被罚的啊，因为呢，这个苹果这样的公司啊，它去做这个版权检查的时候，它是有滞后的，特别是这种小说的 APP，你上传的时候呢，这个是里头是空的，对吧？都是这个用户下载了以后才可以再去下载小说再去看，所以这个苹果是比较难去对这样的应用去处理的啊。那么一般啊，一旦起诉了以后，主要的侵权人就是做盗版应用的那家呢，基本上就都不见了啊，就直接就人间蒸发了。然后就把这个次要的被告苹果拎出来罚一把啊，苹果在为这个事儿在中国被判过很多次。然后另外呢，中国费率最高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就是苹果默认都是30，然后有一些国家进行了一些调整，或者对于一些小的应用开发者进行了一些调整啊，这个呢也是这些国家对苹果有一定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诉讼吧。但是在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哪个大的应用开发商去跟苹果做这样的诉讼。啊，这个或者是中国的政府或者什么这样的，也没有对苹果进行这种反垄断调查，都没有，所以他就这么混下来了，对吧？这个事情就是，你不喊我们怎么知道你疼呢，对吧？你都没有要求一下，凭什么给你降费啊？这个就没有任何办法了。现在的苹果发布会的学院味儿非常重，跟乔布斯当年穿牛仔裤开着前场实在是差太远了。乔布斯时代的苹果是颠覆者，现在的苹果是以前的他要颠覆的对象。哎，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我记得以前呢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任何一个朝代，就中国不是朝代这个更迭很厉害吗？啊，任何一个朝代的这种大师级的艺术家，都是在这个朝代建立的前2个皇上出，然后呢，再往后呢，就再也出不了大师了，只能出匠人，对吧？因为这个朝代一更迭了以后，前面的那些已经形成很完整的这种评判标准的既得利益群体，或者是这些学究群体就被干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种艺术家。然后呢，等这个过了2个皇帝以后呢，这个整个的学法体系啊，艺术评价体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就只能出匠人了。啊，这个事情反正我在一本小说里看的啊，但我自己并没有具体的去考证过，你们可以去考证一下。对，黄仁勋自己都套现2亿美金了，对，他套完了以后，他还得讲啊，说我还准备好好干啊，不是套完了就跑了呀。10多年前啊，还能用移动话费买彩票，是的。看到 Costco 在卖索尼 PS5薄型版套装，也要卖580美金，啊，还不是，等于是个手机生意啊，这个还不太一样。因为好像是那个马上要出新版本了啊，就是最近肯定是黑神话出来，至少国内的各种 PS5的价格在上涨，然后11月应该是 PS5 Pro 要出来，那个大概是600多美金。啊，就是它整个的算力要上升。来晚了，来晚了，不晚。这个骨传导耳机好像有点忽悠，买过一个，然后发现其实骨传导进去还是要使用耳膜，同样损伤听力。哎，这个反正我没用过啊，不知道。这个晚上好啊，请问今天主题是什么？今天主题是
这个读评论。跑步回来先报个到啊，大家早中晚上好啊，点赞。对，哪本小说推荐给我？这个小说好像叫《官仙》啊，官人的官，仙人的仙啊。这个小说的作者叫陈风笑，这本小说现在是不是被封了？我不确定啊，有可能已经被封掉了。PS 多3条线，那个要到11月份才能买到。抽血指标正常啊，都正常，所有指标都正常。话说 PS5 Pro 已经被喷出天际了，699刀，有这钱不如配台电脑玩游戏，反正也没啥独占了。对，这个怎么说呢？它其实升级了，就是升了一个叫做，大概是4K 60帧啊，就升级了这么个东西。加光追，加上一些这种类似于大力水手的一些技术升上去了。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划算的啊，因为你想$790，4900不到5000块钱吧，或者就是5000多块钱吧，算人民币，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价格上，你要想去配主机的话，其实你未必能够跑到4K 60帧啊，这个因为显卡也挺贵的。现在回国如果去大城市没有微信，只有现金，是不是寸步难行？确实是啊，你可以有支付宝啊。Switch 2好像是明年啊，但是呢，不好说长成什么样，因为 Switch 也是挺奇葩的一个公司，就是任天堂跟索尼还不一样，索尼呢还是比较喜欢追求性能的，任天堂那更是对性能、对指标基本无感的一个状态。之前在菲律宾干餐饮的之前，你建议说不要回国卷，我综合考虑下，最终还是决定回国卷。那你看这说了白说呗，这6年也赚了点钱，那行呗，反正你回来以后就把它赔掉就好了。有时候想去美加移民躺平算了啊，但是企业做久了，如果不认识的员工就算了，但是跟着一起出来的亲戚朋友，我自己画出去的饼啊，最终还是要去圆的，难啊。这个你不惦记去泰国呀，什么这种地方去卷一卷吗？印尼呀、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台湾呀，你为什么一定要往火坑里跳呢？作者是罗在说吗？不是啊，伪4K 伪60帧啊，并不是实打实的，它就是上大力水手呗，就是等于在里头插东西嘛。建议画好止损点，千万不要无限量投入啊！像这种开饭馆进来以后就是无限量投入。这个重新装台电脑，实在受不了 PS5的画面了啊！其实我还可以，我用 PS5感觉还是挺好的，差不多算作可以变刷新率啊，可变分辨率的那种。是的，就是大力水手嘛。官仙陈风笑，对吧？是的，应该有。3折其实很鸡肋，我觉得也是挺鸡肋的。好啊，我们继续。这个在中国到底是谁在爆买英伟达的显卡呢？这个有人回复了，说：“哎呀，还是国企有钱呀。”这个很正常嘛。你像这个金上来以后就开始喊这个国企才是核心领导，对吧？民企需要这个我们的去指导他，指导来指导去呢，现在肯定就是国企有钱了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上次我记得在哪一次聊天里头啊，在哪一次直播里头，还有人说：“哎，傅鹏的演讲怎么看？”当时呢还真没看啊，后来看了看，这个一言难尽吧。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去讲傅鹏的演讲。再往后啊，说这是不是一场阴谋啊？比如啊，越禁酒，烟酒就越贵，越禁 GPU 就越想买。这件事儿呢，其实也不能叫这种阴谋啊。这个美国人呢，其实有时候还是挺老实的，或者挺简单的。他们呢禁 GPU 就真的不想让人有，但是呢，你赶上中国人这事儿没办法。我记得
特别早的时候，我录过一期视频在讲这个事儿。黄仁勋自己呢算华人啊，咱们就不说他是不是中国人，他是华人。然后呢，这个台积电呢是华人，对吧？然后这个做所有电脑、做所有生意的这些人呢都是华人。然后你跟华人之间说要禁运，就是滑天下之大忌啊！这个美国人呢，我觉得这一次应该吸取点小教训。再往后说，民企辛苦赚来的美元，让央企去浪费，让房地产老板等富人和权贵转移到国外。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点太极端了啊。这个美元呢，也不都是民企赚来的啊，央企也赚啊，只是央企赚的美元呢，它未必是挣钱还是赔钱啊，未必划算的一个生意。然后等赚完了这些美元以后，至于怎么再弄出去呢？就是民企肯定也惦记把美元弄出去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呢，也惦记把美元弄出去。这个只要是这个能有一点权利的人，都惦记把美元弄出去啊，没有人惦记把美元弄回来去换汇的。啊，这个就是你换了，然后别人也会再把它弄出去，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再往后啊，说这个新加坡是全球比特币市场中心，他们购买显卡后分配到全球挖矿点，进口大量显卡一点也不奇怪。台湾倒是比较可疑，这个首先要确认啊，这个显卡是挖不了比特币的，显卡原来是可以挖以太坊的啊，后来以太坊改成叫做，就是原来是叫 POW 嘛，后来改成 POS 了，就是也都是不再去需要挖矿了。所以现在显卡挖矿这件事儿呢，已经不成立了，更别说比特币了，从来就不能用显卡去挖，对吧？所以新加坡这件事儿呢，大家就不要瞎想了啊！而且很多的中国的这种大厂都是在新加坡有运营主体，甚至他们的核心运营主体就在新加坡，比如说字节跳动啊，比如说这个很多的游戏公司，他们的核心运营主体就在新加坡，这些人呢会去买很多显卡去用。但是买完了以后呢，绝对不会放在新加坡用，因为我以前问过一些在新加坡那边的朋友，你别说看机房的 IT 人员了，你新加坡的程序员，你挣到了这个工资以后，你想在新加坡生活下去，想去买房想去在当地生存，都是很困难的啊。他这工资实在是支撑不起，因为你要发更高的工资下去的话，你的企业就没法盈利了啊。所以新加坡这个地方去做计算中心是一件极其不划算的事情。他们很多的公司会把他们的这种计算中心放到马来西亚或者是放到印尼，放到这样的地方，甚至干脆放回国算了。再往后说小模型，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田忌赛马，我们不可能用下等马去对战美国的上等马，只有小模型可以全速的渗透各行各业，先把应用做起来，追求小而美，而不是大而广。这件事儿呢，我是不同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小模型你等于始终没有去追赶真正大模型的这个先进性。因为你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而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小模型，都是拿大模型蒸馏蒸出来的，对吧？你没有一个领先的大模型的话，你就只能是始终用美国已经做好的小模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调你说我从头去训练一个新的模型，这个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真正大模型的话，你等于始终是比别人落后的小模型是追不上大模型，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赛道。好，再往后还是同样一条，中国到底谁在爆买英伟达显卡？有人问了，说老范问题的关键不是谁在买，大陆买家排名前面的是运营商，合理的。问题是，大清在全境受限的背景下，这些大清企业怎么买到这些显卡的？大规模的显卡走私早就不是秘密了。至于算力分散，更不是问题。只要需要，一夜之间，算力排名前3位的企业就可以合并成为世界第1算力的巨无霸。真正的问题是，英伟达不可能不知道有多少显卡进入大清，
所以地址在大清的显卡被1秒按下暂停键成为废卡，随时都可能发生，就看美的是否愿意撕破脸皮动手罢了。堆叠再多的显卡，再多的算力，都是云烟而已啊！这才是整个行业的危机所在。假如今天晚上美的出张 A4 纸的文件，以打击全球显卡走私为名，要求英伟达关闭全球所有购买 IP 地址与实际安装地址不一致的显卡，你说英伟达听不听？或者美的再打个让手，不关闭在线显卡运行，只停止驱动更新，办法太多了啊！这个朋友呢，我觉得有点太阴谋论了，而且对于显卡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啊。在这里呢，跟大家稍微的讲一讲。第一个，这个在中国呢，进口这么多的显卡，特别是像H20、A20啊，前期的H800、A800这些呢，是美国允许我们进口的，而且现在能够写在表格里头都是合法进口的，那些非法进口的压根就没写在表格上。非法进口的那些写在表格的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那几类里头啊，根本就不在那个数字上去。然后第二件事儿呢，就是一声令下就可以把这个算力集中起来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第一，这个事情是能办的啊，就是如果国家真的下令了，说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算力去干一件事情，这个事儿可以，但是呢，这个不会有人下这种命令啊。第二个呢，就是他就算是把这东西集中起来了，可能整个的这个算力就废掉了，因为有能力去动用这么大算力去动用国家机器的这些人，通常他们是做不出大模型来的啊，他们也没有这种能力，说我真的可以把所有算力集中起来干一件事情啊，这件事儿是不太现实的。然后再下一件事呢，咱们来说显卡驱动的问题。在这个全世界的云计算机房里头呢，其实使用的都是，就是绝大部分使用的是 IPv4 NAT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分配的这个 IP 地址，所以呢，这些显卡在下面去使用的这些驱动，他们的 IP 地址跟他们购买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你就想的有点太多了啊。另外呢，这个很多的显卡，包括在美国的显卡，在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显卡。他们在云计算机房里头呢，一般都是在 Linux 操作系统下跑，它并不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跑啊。然后 Linux 操作系统下，英伟达的驱动呢，有一部分是这个叫做源代码的，你需要到现场去编译的。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其实都是会被经过检查的，或者有很多的云计算机房在把这些驱动拿回来之前是会去处理的。而且显卡这种东西啊，就是你更不更新驱动，其实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对吧？绝大部分的这些显卡，也不能叫绝大部分吧，就是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显卡，它就是离线工作的。这些显卡在下到下面去以后啊，就是安装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更新过。这个因为更新显卡驱动这个事情是一个风险挺大的事情啊。你只要是这个显卡驱动现在在这些程序上都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对吧？那大家就接着跑下去，不要有任何问题。你每次更新完显卡驱动以后，你还要跟其他的这些应用再去做兼容性的一些测试，有些时候驱动更新了以后，它反而跑不了了啊。所以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想太多了啊。这些在云计算的这种 Linux 主机上跑的英伟达显卡，这个美国是没有办法去摁停的啊，而且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些显卡。这些显卡的驱动更新都是由云计算的运营方统一把这个驱动找到了以后呢，首先要进行兼容性测试，然后呢，在他们自己的 Linux 主机这个操作系统上去测试，因为很多云计算机房的那个Linux 系统是他们改过的啊，不是这个原生的 Linux 系统。然后通过了以后，然后再跟主要的一些包括什么虚拟机啊、什么 Docker 啊，跟一大堆这玩意儿都测试兼容性了，都测好了，然后呢才会放到这个云计算主机的这种叫做就是 IT 维护的一个主机上作为一个镜像，然后再去进行更新，对吧？而且他们可能正在跑的都不更新，只是说我下一次再去实例化某些镜像的时候，我会去更新这个东西。而且像云计算主机上，我估计他们可能很多人
压根儿就不更新啊，因为很多那个镜像是不可能说我跟着所有这些系统一起更新的。还记得前一段时间给这个 Windows 搞蓝屏那公司吗？对，他们那公司就是干这个的，就是给大家的云计算机房里头去做所有的这种驱动的这种更新啊，做所有的这些主机的一些这种兼容性的测试啊，他们好多时候干这个的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写了这么多呢，把这事儿想的有点太简单了啊。因为如果真的是英伟达咔嚓一声令下，给所有他找不到的显卡都给人能停了，也假设他有这能力啊，其实他是没有的。那这个我估计美国自己跑的英伟达显卡80%-90%也都停机了可能只有这个在家里打游戏的那些显卡不会变，其他的就都挂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想太多了。好，让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为什么在菲律宾就不能赚钱呢？还是本身这个饭店模式不赚钱？哎呀，这个我觉得他就非愿意回来跳这个火坑，就让他跳吧，那能怎么办呢？等你把饭店开回来的时候，请我白吃一顿啊！这个最好开到北京来。现在国产游戏这么壮旺如果哪天游戏行业被国家纳入新质生产力了，这个会去重操旧业吗？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个人呢，其实是不会写游戏，最多能打游戏，对吧？虽然原来做过游戏投资，但是对于游戏的相关的理解呢，并没有那么深刻咱们还是要稍微谦虚一些。而且国家永远也不可能把游戏列成新质生产力，就想太多了。这个咱们现在这位老大还是一个工业斯巴达的人你不能炼出钢铁来，不能种出粮食来，他都觉得没什么用。餐饮投资里边离了珠三角、长三角，成本大头就是应付各种卫生、消防、城管检查，一个月发出去的红包比过年还多。哎，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不知道不乱讲这事儿。只要有版号，国产游戏还是难这个我觉得跟版号没什么关系。只要有这个讲政治的这个团队这个就做什么东西都很难。你现在还有钱，别回国了，你会都赔掉的，别往火坑里跳。哎，这个怎么说？他就有人非跳不可，那怎么办呢？让老范顾问在大国搞点餐饮投资，再回去卷了。这个别我唯一能给他的建议就是别回来在菲律宾做中餐，我们其实是跟 BC 公司跟着 BC 公司走的。现在 BC 公司离开了所以对我们打击很大BC 是什么呀？AI 公司、地方数据中心都是高端显卡大户。是的，一言难尽，是不是太敏感只能会员频道讲。这个，哎，这个就不要再讲了吧，就是一言难尽了吧都。其实算算并不划算，主机游戏贵达到 PS5 Pro 同样效果4060足够了。算上4060的价格5000块预算，够配台不错的整机了。但是你显示器呢？你难道插电视上玩吗？后期价格游戏价格便宜，Steam 还动不动就搞活动。哎，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 PS5。这个 PS5其实还是简单。老范，我躺在墨尔本往西150公里的大洋路边上车里，看着月光。据群里说，今晚有机会出极光极光？墨尔本是在靠南边吗？哎，我是去过墨尔本，但其实我搞不清墨尔本到底在靠大陆这边就是靠北边还是靠南边？极光肯定得靠南而且澳大利亚能看到极光，真没想到。另外，等着明早去旁边海里抓龙虾这个很棒。我记得当时我去墨尔本好像看到企鹅了有可能是有极光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看直播还是很爽的。这个
在我看来，主机价格达到同等级别电脑60%的价格，优化达到同等 PC 80%的效果，加上独占游戏，才能凸显主机的优势。这个否则完全不值当啊！这个其实你像我这里呢，是使用的叫做什么呢？是有一台游戏本啊，然后我的游戏本呢，这个就是反正我是3060啊，感觉就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我的游戏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PS5上打。第一次干直播，对，我已经给你发小扳手了，在公园散步，一边听老范直播，哎，这不是也挺好吗？很健康的生活，又赶上了，哎，这个是好同志。三折手机，来3个一连啊，就是奏折手机。对，我今天已经看到奏折手机的这个抖音视频了，嘲讽这个华为的。我对 PS5 Pro 完全不乐观，PS3上市599刀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凭借平井一夫上台以来 ，X360、三红灾难2层 buff，索尼才妥妥扳倒同时代的微软。而今天的御三家，除了任天堂独树一帜，剩下2家基本上是比谁更烂。其实任天堂怎么说呢？任天堂的机器实在是比较烂啊，游戏呢有它独到性吧。美国是信任构建的商业社会，一键按停带来的成本比那点显卡多得多。对，我们倒是有可能出这样的事情，毕竟是权威构建的商业社会。我们就不是商业社会啊，我们是权威社会吧。呃，就是在菲律宾待多了啊，没经历过卫生、消防、城管，当然有个在当地过硬的家庭和亲戚当我没讲。我估计菲律宾应该也是同样的啊，菲律宾应该也是个挺腐败的社会。虽然我没去过菲律宾啊，这个你像我在马来西亚其实感觉还好，我去印尼呢，就有的时候会在进关的时候被人要小费啊，就是你不给他小费的，他那个海关就摁着你不让你走。然后在这个呃泰国我是没碰到过啊，柬埔寨我遇到过啊，柬埔寨但是反正没找我要，找其他人要了。南非好像有些地方是给小费的，就是给警察小费。说到这些啊，你估计苹果信号什么时候会改善？哎，我估计是改善不了了。苹果反正现在还是用的这个高通的芯片嘛，它自己做不出来嘛，那就接着用呗。那叫赛博奏折，是的。好啊，我们继续读评论。上期图评里头啊有几条啊，有人说游戏质量差的是我是 AWS 写服务的，我说他们质量差，因为近些年的大作出来优化都很差，说明他们的流程就是用引擎怼出来的一个东西，最后再优化到可接受的程度，一旦工期不允许，就是优化地狱。如果行业成熟点从早中期开始就监控性能啊，你最后史山都5层楼高了，神仙也优化不出来。举2个具体例子，一个是辐射76早期的版本，每次捡一个物品，肉眼可见本地和服务器都同步一次背包物品数量，造成无数 bug。另一个例子，不少游戏在特定场景1060和4090卡成同样的帧数，所以我说游戏业充斥着低质量代码。另外，不怕得罪人说一句，从工资角度讲，游戏业的薪资怕是招不到一流人才。除了个案，这件事儿呢这么讲，我在去游戏公司之前，其实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啊。我当时在 Poland 啊，后来从 Poland 去这个盛大，
当时进去了以后呢，觉得哎呀，这个我要指导他们一下啊，这个我在 Poland 的是这个 evangelist，已经掌握了全世界最领先的这种开发工具和这种开发过程管理，整个这些东西我们都特别明白，而且我天天出去给人讲课的，然后各种的这种工程管理啊什么这东西我都很熟啊，我要去给他们讲一讲很多的这种大的什么银行啊、保险公司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叫做这个运营商啊这种项目，我都给人做过指导啊，都给人写过标书，都给人做过这个咨询这事儿我肯定老厉害了。结果到那儿去一看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游戏的整个的开发系统，它是术业有专攻，就是它有一套它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它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你比如说像你举的这个背包同步的问题这个背包同步为什么每一次捡背包的时候要进行同步呢？是为了预防作弊的，对吧？这个你否则的话，就是等于我可以从客户端直接告诉服务器，我现在背包里有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把服务器的数据改掉。因为经常有时候两边的数据是没法同步的，你需要重新去校验一下，到底是使用客户端的数据还是使用服务器端的数据。如果你每次都使用服务器端的数据的话，那客户端就会丢东西。如果你每次都使用客户端的数据呢，这个就容易作弊。所以它有的时候需要解决一些就是真金白银的问题，所以它就会处理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用一些比较笨的办法。而这些比较笨的办法呢，其实反而是很多这种传统程序员给他们带来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银行系统、保险公司系统，还有好多的这种就是业务系统吧，他们是没有这个时序要求的。就是你银行你处理一笔账目快点慢点有什么关系吗？对吧？我现在告诉他我需要做一个这个转账，这边减那边也减，减完了以后呢，我们在一个这个transaction 里头去，如果出现问题了以后一起 roll back，这是银行交易系统里的很正常的一个这个动作。但是这种动作你是不能在游戏里做的，因为银行这个过程你不介意说到底花多长时间，慢点没关系，反正是钱。但是游戏呢，我需要又不能丢钱，然后又不能这个慢，所以他们就会设计很多这种奇葩的方式，而且呢，他们是每一个游戏呢会自己去设计自己的方法，它并没有一个办法说，我们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法，然后再去推广开来。就后来为什么大家都去使用这个引擎呢？就是引擎实际上就已经是把大家的问题都凑在一起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 bug 在引擎里都改掉，然后你只要使我的引擎就完事儿了，对吧？它是这样来做的。至于说这个某些特定场景的话，那也有可能是某个特定场景里面它确实有一些资源是有问题的，对吧？那么就导致说它卡的这个一帧一帧的是没有办法去更新的啊。这个就是银行里头有 bug 这个亚马逊上的这个系统也有 bug 这个游戏里头肯定也有 bug。你要说现在哪个软件里没 bug 这个是胡扯咱们做软件的人都知道，一些 bug 一定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只是银行呢是通过让你慢一点，或者让你某些交易失败，让你回去重新找来去处理这些 bug。而这个游戏呢，特别是线上游戏，一定是要通过比如说又让你能玩然后呢又不能造成过大损失，通过一些比如说卡顿通过一些这种你觉得很蠢的方法，然后把这种 bug 应对过去这个就是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个是我到了盛大以后我才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去了以后，我说你看我们现在都是 J2EE 然后上这个Kuba， 上 Kuba 就是一些 C++ 做的这种中间件上很多这样的东西。我说咱们用什么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改良一下？说我们都不用这些玩意儿，我们都是直接干，没有什么这个这些这个特别商业化成体系的这种服务器的代码，因为这个朋友写服务端的嘛。后来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人家很简单说你们去做 J2EE 也好，做 Kuba 也好，做所有的这种服务端代码也好，实际上都是想包中间件包中间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让业务代码跟整个的底层分离开，这样的话你业务代码的开发迭代周期会加快底层代码的话你就不用动了，你只需要改业务就完了。但是这个呢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效率下降，就是它的执行效率会下降。然后当你是使用这种直接的一句话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我从头捅到底，我直接在这个机器的底层就开始向远端去通讯的时候，这个效率才是最高的你不用过很多的层次。
但是这种呢，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灵活性啊，因为它直接给你写死了。啊，所以术业有专攻啊，不要我们站在这个我们熟悉的角度上去攻击其他人。然后至于说工资这件事儿来说呢，这个我真不觉得游戏业的工资就比这个其他银行业的或者什么这些行业的低啊。这个反正我是见过游戏行业里头一些工资比较高的人啊，都有高有低吧。好啊，这是跟这位这个觉得游戏水平差的这个朋友做的一个回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上期读评里的一条评论啊，说其实包括老范在内啊，严格意义上说都没有单机游戏制作和发行经验。为啥？因为不赚钱啊，前几年根本没什么人关注这块现在单机火了，一堆做手游的同行还搁这儿哔哔哔啊，得了吧啊！除了 MMO 赛道，国内其他类型的网游的都很难承接一款单机的全流量啊，全流程啊。这个事儿呢，怎么说？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说，我肯定是没有做过单机游戏，也没有做过单机游戏发行啊。但是呢，我还是算是在游戏圈子里头跟单机游戏制作和单机游戏发行比较接近的一波人啊，因为我们每年是要跟他们开很多的会，然后也会组织这些单机游戏的开发者去做各种比赛，给他们发奖金，对吧？也跟很多单机游戏的发行商去沟通，然后想办法把他们的单机游戏改成手游啊。这个事儿原来我们都干的比较多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单机还算稍微有一点点小了解吧。至于不赚钱的是真不赚钱啊。即使有了黑神话悟空以后，未来呢可能依然没有那么赚钱。这个未来单机游戏这一块儿的话，这个咱们现在看到的3A 大作很多都是这种叫做动作 RPG 啊，叫 ARPG。其实还有很多3A 大作，你觉得像文明这样的游戏算不算3A 大作？其实也得算，对吧？但是这种东西，你觉得用 MMO 这个赛道的团队就能接到全流程吗？它也接不下来，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上来说呢，没有必要去说你没做过就不配来说这事儿啊，这个是很无聊的一种说法。另外呢，我觉得黑神话的成功其实，真正的证明了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消费这种单机 MMO 的这个不叫单机 MMO，就单机 ARPG 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全世界这些做单机 ARPG 的这些游戏开发商呢，都会想办法去开发中文版，会开发中文语音啊，这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像很多的游戏出来，英语版日语版法语、德语可能有的时候就没有了啊，这个但是很少有人做中文版。那么以后大家都做中文版我们就去爆买你做了中文版，我们就给你买个几千万套这个挺好。好我们来看看这边。这么悲催这讲的是谁？老范可以有空讲讲 A 股的系统性弊端吗？这玩意儿有啥好讲的呢？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可讲的东西啊。这个前面其实讲了很多了这个 A 股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股市这种东西呢，它的存在大前提是不能作弊，对吧？你的这个账目得是清楚的，然后任何做假账的人是可以被发现，然后可以被处罚的，然后导致绝大部分人不做。但是你说美股做不做假账也做只是呢，它的这个假账的比例和程度吧，是控制在这个股市依然可以健康发展的这个范围内的。A 股呢，就是等于一堆人说我这是国有资产我这个是保密的，我这个是上面有人最后导致你就拿它没有办法，它的假账的比例呢，已经超出了股市能够承受的范围了那就讲什么都白扯。我去今晚美伊里芽他们组合15周年，我错过了，这是谁
我前几天把波斯王子源代码下来，让 GPT 一行一行、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给我讲，真是艺术啊！在那么小的内存下做出来，动作又细腻35年前的艺术品。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早期的这些产品确实是艺术，就是它那个时候的资源非常有限。黑神话不可复制啊，就以这个游戏的讲故事水平来，第二个玩家都不会买单了。是的，不能讲故事的游戏没什么意思啊，这个是这样的。又一个配钥匙老爷子啊，我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说一下。你们了解索尼吗？你们在 PS5主机开发组待过吗？你们配评价主机好不好吗？对，这个反正有很多人是这样啊。这个 A 股的系统性弊端，昨天老王讲过了，你问老范，这个老王讲过吗？没看啊，这个老王的东西是不看的。这个怎么说呀？这个以前呢，有人去跟我讲说，这个最近吧，应该是有人跟我讲说，他的账号在我这边发不了评论，问我是不是有问题啊？当时我跟他讲说，我从来不删任何人的评论啊，或者至少不封大家的评论账号。这个，但是呢，我从今天开始啊，开始封评论账号了。这个什么样的评论账号会被我封掉呢？就是上来说你就是胡说啊，你什么也不知道啊，你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啊，或者你是谁谁谁的马甲啊，谁谁谁老支持你了啊，就这种的评论啊，我呢就会在下头选择说啊，在我的评论区里永远不显示此人评论啊，我会给他加上这样的一个备注啊，那么这样加上以后呢，我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评论了啊，所以呢，从今天往后啊，如果有人再说，哎，为什么我发的评论都不见了啊，别人都看不到，或者说我在这边打的字幕都没有了。啊，你就想想你上次说什么了啊？这个我反复强调过，意见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只接受建设性意见。你觉得我说的不对，把你认为对的东西扔给我，这个事儿是 OK 的。哪怕你觉得说，哎，你凭什么说这个事儿啊？但是你至少要言之有物。上来说啊，你啥也不知道，然后走了，这种人呢，就会让我直接把他打上，说我以后再也不看他的评论了，对吧？这个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再往后。这个三只羊人设都崩了啊！咱们这条视频是啊，这个曾志伟掌管三只羊香港公司这个事儿啊，这个有人发了这个评论说三只羊人设都崩了，可怜的半个月的老板曾志伟啊，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它分两块讲。第一个呢是这个三只羊这种，它算是个网红公司啊，网红经纪公司就是一些是是非非的事情。啊，他跟这个辛有志啊，就是辛巴呀吵来吵去，啊，跟别的人吵来吵去，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疯狂小杨哥这两个小伙子呢，还算是比较谦逊，对吧？他们基本上不太主动出去骂别人，但是别人骂到他这儿呢，他们也会想办法去应对。就是到现在为止，他们立的人设呢，还是这个小老板啊，就是没有说我是大哥，我是怎么样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转变人设。啊，那么只要他们依然在这个是是非非的江湖上混下去，这个今天塌一次房，明天塌一次房，这个事儿是避免不了的啊，总会不停的塌下去。这个呢，就不要想太多了啊。另外一方面呢，说曾志伟把这个三只羊的那个名字从他的这个个人签名上去掉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也很好理解。这个见过这种娱乐圈、这种流量圈风风雨雨的人啊，这个曾志伟绝对要比疯狂小杨哥这俩哥们儿要见得多得多，对吧？那都多大岁数60多了，还曾志伟是应该有60多吧，对吧？这么大岁数的一人，对吧？在这个香港，甚至以前还有黑社会，还打打杀杀都经历过来的一个人啊，他不会因为说谁被骂了，谁怎么样了，我就如何如何去划清界限啊，这事儿是不会的。然后至于说他把这个名字删掉这件事儿呢，就是曾志伟他是有很多身份的，对吧？他是 TVB 的总经理，对吧？他是自己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这个身份都在里头，他不能说我一直把它挂着，对吧？这个位置是很贵的，他要不停的换这个名字，所以我觉得不必要太去在意这件事情啊。再往后啊，
这个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要买直播带货的东西，没感觉好在哪里啊？基本都属于残次品，买过一次，体验非常的差。抖音上的东西现在基本都不买啊，很多东西非常一般。这件事儿呢，我为什么要把它再拎出来读一次？这个呢，其实是，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做人啊，还是要稍微的把眼界放得宽一点，对吧？抖音上卖的东西都不好吗？对吧？河南都是坏人吗？对吧？这个呢，叫属于刻板印象啊，你可能赶上过一次不好的，然后你就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啊，抖音上卖的东西全都不好。这个，哎，你们看我穿的这个衣服啊，这个就是抖音的这个直播带货回来的衣服，这个小熊的衣服，这个衣服好像是我忘了是几十块钱了，大概一身啊，一个衣服一个短裤加一起应该是100，好像130还是100几，我穿的很开心啊，今年已经穿了第2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是儿子在打电话。对吧？我都穿的挺好的，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问题啊。就是抖音上有卖的好的，有卖的不好的，亚马逊上也有三无产品，也有烂的，对吧？拼多多上也有好东西，然后淘宝上也有烂东西，你到商场上也有可能买到烂东西啊。这个事儿，这个你不能说，哎，我在这儿买到一次好的，那它都好啊，在这儿买了一次差的都差，这个呢就属于做人做的有点太简单了啊，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你可以不喜欢在抖音上买东西，不喜欢去买直播带货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是要看数据的，数据证明这个大家买的还是很开心的，所以就不用太去为别人为什么去买这件事情去操心啊，也就如此了。我10年来主动或被动劝了好多身边的人不要碰 A 股，这玩意儿能说的太多了，值得说的没有。对，我觉得这个说 A 股这事儿呢，就跟以前有人说，哎，这个昨天那事儿我能采访你一下吗？这个可以骂人吗？不能骂人啊，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吧？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段子泰国、菲律宾，我体验体感对个人而言，也是很火坑的。泰国反正我去过几次，感觉还可以啊。好像直播评论区里这样的人貌似不多，但钓老范的评论时有出现是，就是反正遇到这种我们就直接把他干掉就完了就咱也不用跟他费劲了。大力向老范推荐我现在的生活，每天晚上饭后戴上耳机，在横滨的海边一边听节目一边散步，还能一边欣赏海景和日本的街景。哎呀，我也想去啊，这个但是日本生活还是稍微有点贵的。去美加躺平，美国排队太长，加拿大最近有钱也拒签移民，很费劲。是的，美加现在，哎，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状态，稳中向好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国家都会很紧张，因为咱们这人太多，对吧？他们谁都接受不了。晚饭还是，晚饭不是享受日本美食这个，我是比较喜欢日餐的。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是这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讲的老王是谁何不食肉糜的当代版。倒也不至于，就是有些人他就活得比较简单。小范刚开始的大学生活感受如何？应该还是不错的吧，还是蛮开心的。郭德纲说：“你可以不去吃川菜，但是没必要瞧不起吃川菜的人。本来不吃辣，还说还要到川菜馆骂人，这就不对了。”哎，我还没看过郭德纲这段这个回头找来看看。不要期待花10块钱能得到100块钱的体验。我觉得有这样的基本认识，去哪儿买东西都不会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是这样的。看了老范几百段 YouTube，
第一次有机会看着活的啊，这个下回咱们看真人。好，我们继续。这个字节跳动贷款95亿美金，说字节没有在美国上市吧？要是打台湾，这钱美国银行怎么要回来？这件事儿呢，第一个我真不觉得打台湾这个事儿就真的打了啊。这个反正至少是只要今天还没有开枪，我就永远不相信他会打。等开枪了以后再说啊，这个肯定是这样的。至于美国这钱怎么要回来呢？美国的银行家大概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只要没开枪，我们就认为这个事儿是可以一直这么混下去，而且就算打了又怎么样，对吧？这个著名的芬达的故事你们应该听过吧？就是咱们现在啊，可口可乐有一个子品牌叫芬达，做橙汁儿啊，做各种果汁儿的。这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二战的时候，可口可乐德国分公司就被德国政府就摁下来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给我供应这个德国汽水就行了。结果他又没有可口可乐的配方，对吧？没有原浆，那怎么办呢？说算了，我们开发一个果汁饮料吧，就叫芬达啊。所以打二战的时候呢，战壕的这边美国人喝的是这个可口可乐啊，战壕另外一边德国人喝的就是芬达。这个可口可乐的德国分公司非常大啊。可口可乐在德国起步的时候是靠什么而起步的？就是也不叫靠什么起步吧，就是说，它获得很大的这种流量和关注是靠支持纳粹起来的。就是只要是纳粹在德国早期举办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的时候，啊，当时那时候没有线上，就是这种地方上的这种小的这种聚集活动的时候，可口可乐就跑到现场去卖可乐，或者发优惠券，或者是送可乐，就干这个事儿。所以可口可乐当时在德国公司很大的。然后呢，这个事儿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可口可乐德国分公司的经理就跑到美国那边去说：“你看，我在二战时间啊，很好的保护了美国公司在德国的资产，现在我要求回归美国，对吧？”然后这个芬达品牌就一起回到美国去了，然后这哥们儿成了一个战争英雄，对吧？如果他说我不回来了，这就是德国的财产了，这哥们儿就是美国的叛徒，对吧？所以很多事情呢，就不是说打了仗这个仗就烂掉了啊，这个只有什么时候这仗能烂掉，就是咱们打赢了啊，把美国干掉了，这支仗能赢能烂掉啊，否则是没戏的。而且这种中国打台湾这个事儿，就算你真打赢了，你能把美国干掉吗？你只要不能把它干掉，那么这个仗就一直都在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哪天啊真打仗了，然后这个仗要不回来了啊，没这事儿。啊，再往后啊，这个还有人说啊，说啥呢？啊，这个 SpaceX、Strip 还有这个 DataBrick 啊，都比 OpenAI 估值高啊。这个当时我是讲的是，呃叫做字节跳动是3000亿美金第一啊，然后呢就是 OpenAI 1000亿美金啊，这个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些错误啊，这个错误呢是 SpaceX 确实是比 OpenAI 的估值高的啊，它大概是1500还是1000几百亿美金啊，它确实比 OpenAI 高。然后 Strip 呢，最高的时候达到过1000亿美金，但是现在 Strip 应该是大概是600多亿美金还是500多亿美金，我忘了啊。就是但是 Strip 最近是掉了。2024年4月份还是几月份，他做过，就是拿过一笔钱啊，好像是拿过一笔钱吧，就是他当时的估值就已经下来了。因为像这种就是没有上市的公司，它是没有市值，都是估值。这个估值呢，就是只要是有最后一次交易，甭管你最后一次交易是买老股了啊，是这个融资了还是做什么了啊，它这个时候会算它的估值，对吧？就是算一下当时的价值，但是未来呢都说这个东西叫估值啊，不叫市值。然后呢，另外一个叫 DataBrick 啊，这个也是一个大模型公司啊，就刚才那个 Strip 实际上是一个支付公司。像我们比如在 Twitter 上挣的钱都是走 Strip 的，然后 DataBrick 是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啊，咱们现在用的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大模也可能他们做的很多这种 To B 的大模型都是他们做的啊。这个公司现在估值应该也就是500-600亿啊，它也没有 OpenAI 贵，因为 OpenAI 现在上一轮就是实现交易的那一轮是860亿，然后呢这一轮的话，因为交易没有 close，所以就不能说它现在值1000亿了。就如果这一轮的交易 close 的话，OpenAI 大概就是1000亿。这个是要跟大家更正一下，就是 SpaceX 确实是比 OpenAI 贵啊，这个是当时讲的时候讲错了。
我做电商啊，老范最近研究研究 Timo 在国外的运作，我们团队评价非常高。这个好啊，以后可以一起沟通。他当时说的是姜昆和京剧的比较，还有反对他三俗的人啊，说了这个比喻，可能我记得也不是太清楚了啊，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讲得挺好的，这个关注点赞啊，感谢。这个关注应该来了的人都关注了吧？点赞反正大家记着点就行了。不买 Timo 的人大概率不是想得到100块的体验，而是需要担心得不到10块钱的体验。说到亚马逊也有不好的产品，其实也是只讲有没有没啥数据支撑具体有什么的思路。这个话又是看着比较怪啊，是看来我没读懂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说亚马逊上也有很多很烂的产品呢？就是你们其实在 Tmall 上买的很多东西跟亚马逊上的卖家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工厂是同一个人。就是现在在 Tmall 上其实很少有在亚马逊上没有的商品，可能大部分都是在亚马逊上已经有的商品他拿到 Tmall 上去卖这个重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你觉得 Tmall 的质量不好的时候，就千万不要讲这亚马逊的质量好啊。这个如果你买的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应该都是同一家工厂生产出来的。记得冷战期间苏联为了喝可乐，把潜艇抵押给百事可乐了。这个应该是冷战之后了抵押应该是舰艇，不是潜艇。这个我是上次听徐凯给我讲过一次，就是百事可乐公司现在手里可能还有几条船呢，拿这玩意儿也没办法。对，那个船好像是乌克兰的还是谁的，我想不起来了，就是那是解体以后了。放过来似乎四川人比较容易觉得别人不吃川菜不可理解，其实也没有了。反过来，似乎四川人比较容易觉得别人不吃川菜不可理解。川菜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其实是比较爱吃川菜的但是现在吃的是比较少了，因为它重油、重盐、重糖还重辣。另外一个呢，就是川菜其实对于材料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因为你这么大的味道，还有很多花椒什么在里头，就是把那个原始的味道给你遮盖掉了所以大家并没有那么新鲜很多东西。日本物价其实一点都不贵，别被国内 UP 主带偏了这个一碗拉面，一套牛肉饭也就20-30块，一碗纳豆只要3块钱，是国内的1/5，一整个西瓜也就是50块人民币。感觉东京的物价比北上广低多了，除了理发要100。这个我在东京的感觉是，第一个打车特别贵第二个是酒店和住房子特别贵。其他的呢，就吃东西其实跟北上广差不太多，就是饭馆和超市的价格跟北上广是差不太多的。这个据说是离开东京以后会便宜很多也只要50人民币，我觉得不便宜这个一整个西瓜还是挺大个的西瓜还是可以的。买 PS5 Pro 嘛，应该不会买。我们家的电视就是1080P 的，我连 4K 电视都没有，我买那玩意儿干嘛使？虽然我没买过 A 股，但是耳濡目染导致我对股市的印象非常差。22年底老范刚讲 GPT 的时候，我就很看好 AI 前景，但因为下意识觉得股票都是坑人的，就没有去买美股如果我在 GPT 刚出来的时候抄底，现在也能赚一笔了。你当时如果大量买入英伟达的话，现在应该已经翻了几番了。听说打仗是打后勤，士兵的伙食是战时的重点工作，是这样的。德国士兵的伙食是非常好的。我还有一次买过那种德国二战的那种巧克力，就是你们看二战电影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巧克力，就是它那个盒是个圆的大概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小圆盒，
一个铁盒然后呢，打开了以后里头是2层巧克力，然后那个巧克力呢是这个，就是它是切的一个一个小三角啊，就是这种圆形的排一圈儿啊，然后上里头有2层，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可以在淘宝上可以买到，味道其实一般啊。就是二战的时候呢，德国早期的时候，这种巧克力是纯巧克力的，后来好像就是用一些替代产品去做了，就不是那么纯的巧克力了。听说美国士兵战斗力强，一方面是装备，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后勤伙食。其实美国士兵呢，只有到最后这段时间，就可能是海湾战争往后这段时间，才是真的战斗力很强。啊，在一战、二战的时候，美国士兵的战斗力其实在各个国家里头都是比较受嘲笑的。啊，一战的时候呢，美国士兵是跑到欧洲，连枪都没有啊，说你现在给我整枪，然后拿到枪以后呢，还在那儿这个不能上前线，因为需要训练，因为美国士兵去欧洲的时候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啊，他在英国大概又训练了很长时间才可以去前线。然后到二战的时候呢，美国士兵的战斗力是被德国、英国啊，包括各个的这种盟国都会去嘲笑的啊。这个可能也就算是比自由法国强一些，啊，比意大利强一些，其他的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就是美国比较强的是它的空军很强，啊，因为人家飞机多嘛，对吧？也够衰。然后呢，海军也只是在日本打的还是比较强，就是太平洋战争打的比较强。然后美国的海军在大西洋战场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英国是海洋老大嘛，你再怎么着，这个你想跟英国比谁是老大，这事儿肯定是没法比的。所以美国的战斗力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iPhone16有创新嘛？啊，创新的就是它那个叫秋裤色，哈哈哈，其他的也没什么创新了。美国士兵餐盒里除了午餐肉，还有咖啡、香烟、口香糖。是的，德国士兵的早期餐车还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后来就没法整了。就是德国有很多的创新，比如说这个吹式的车呀，什么好的，就是可以让大家能够吃上热食，对吧？德国早期的这种可以跟上闪电战的这种吹式车啊，非常棒。纯巧克力很苦，一般人吃不习惯。是的，但是士兵是不会吃纯巧克力的，纯巧克力那种东西一般是做菜用，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健身人士，或者是一些这种对自己的身材有比较强要求的人，他们会去吃的东西。啊，这个一般军队吃的巧克力都是含糖量非常高的，啊，含奶含糖，因为他们需要足够的热量来去支撑他们进行这种剧烈的运动。老范觉得当下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太了解啊。以前美国有个征兵送绿卡计划，我一个网友是征兵官，没事儿就天天给我们晒他们基地的伙食。这个好像是有过，但是后来好像是出问题了。我记得还有一些报道说是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儿当了几年兵以后，说最后拿不到身份。这个，但是后来具体是什么事儿我没有研究啊，好像最近是，好像去年还是今年上半年看过有类似这样的报道。我虽经常买亚马逊的大国产品，不是没有差的产品，但是我买的太差的产品的机会不多。首先，亚马逊的打星相对靠谱，然后买的不好的商品退货没运费成本，而且方便可靠。经济学上高大上一下的解释就是信息不对称。Timo 的信息不对称比较好的商家很难卷啊，所以桃子也就当做柠檬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亚马逊的东西呢，首先说打星这件事儿啊是非常不靠谱的，这个因为我们以前专门研究怎么在这里头打星，怎么去骗他。这个亚马逊到目前为止依然拿中国人打星作弊这件事情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吧？如果你觉得打星靠谱的话，你又是这个
这个太年轻、太天真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退货这件事儿，你看你还得退，对吧？人家拼多多Timo 直接送给你了啊，免退，直接是仅退款了，这多是更省事儿。所以我觉得，开放心态是最重要的。就前面我去讲，并不是说，亚马逊的东西就不好啊。我其实前面讲的一个意思就是，大家要抱有开放心态。你不能说，哎，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我的心态就彻底封闭了，我就再也不干这件事儿了。我遇到一个那个事儿，然后我也彻底封闭了，然后我以后看着他就讨厌啊，这个是会越活越窄的。美国的战斗力体现在普通人，他们小学的那个体育教育，甩中国小学生啊，不知道几条街。我们家的娃3岁的时候就被老师拉出去拉练，每天步行3公里，风雨无阻，下雪穿雪裤一样出去。他们的普通人中产收入的身体素质比中国同等社会阶层的人，估计要肉搏1对1的话打不过，这是肯定的。中国这些中产，就是或者说在这个公司里的这些中层吧，咱们就说这个，那每天都在卷什么呢？对吧？你看看有多少有头发的，像我这属于头发多的啊，但我也是卷到给自己颈椎上剌了一刀，然后才失业的。所以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跟他们那种每天健身、吃健康食品，在 Whole Food 里头买那种巨贵的这种有机食物的人比起来，那你让我跟他们去打1对1，别1对1了，像我这样的，估计5、6个都不一定能干掉过他们一个啊。征兵送绿卡好像是奥巴马时期的政策，是的，是吗？啊，这个我还不太确定啊，这个咱们就不在这附和你了。在美国当兵也有拿绿卡的机会，这个反正他这种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给你出个政策，然后这个政策呢又需要很长时间，你不可能说今天当兵，明天给你绿卡，你要当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等你换个总统呢，这个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种就是会比较麻烦，它不确定性比较大。不一定是送，是当过兵的人绿卡申请有优势，但是有些人也不想要绿卡就算了。这个我印象里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有这个当兵给绿卡这样的政策的。因为我原来看过一个美剧，就讲一帮这个美国人在阿富汗坎大哈那边做这个医疗还是做什么，它里头就有一个人就是这种政策，他应该是个墨西哥人啊，然后在那边去混绿卡，结果后来说你这个有一个问题还是什么的，还是他违纪了，然后最后把那个机会给取消了，应该是有这样的东西。美国军队在1战前也没正经大型战争经验，独立战争如果不是法国大力支持，根本就打不过英国统治者。法国的存在就是为了恶心英国的。美国前面打的最大的仗是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死的人比他们1战还多呢。美国的征兵，就大多数中国人的体质是无法入伍的，体育就不过关啊，是这样啊？好吧。3岁的时候被老师拉出去拉练，每天走3公里。我家4个娃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3岁步行3公里，这个怎么说呢？他有些这个塔主，你是不是自己卷你们家孩子来着？这个应该也是你自愿送去的吧？3岁走3公里这事儿，我们家的那个学校崇尚森林体育啊，森林教育啊。我们家住的地方靠北的，你是不是还是把他专门送了一个这样的私立学校啊？不是家在哪里，是不是，而是会不会被家长告死。这种我觉得可能也是家长自己主动送去的。现在 Timo 拼命招在美国的卖家，而且免佣金，这样 Timo 跟亚马逊同样的商品要比亚马逊，最少便宜15%，而且几乎每个卖家都会有 Timo 微信群，是这样的。就是 Timo 其实对于卖家的这种掌控啊，或者说是这种运营的调度，要比亚马逊积极主动1000倍。他们是先走1.5公里，然后坐在森林里吃小零食，然后再走回来。好吧，出谍案了，现在还在打官司，被我党渗透了啊，这个不知道。我们没告学校啊，
又一次还有学生被蜜蜂蛰了，全校没人告学校，这都是正常的学习，没有生命危险就行了。是在中国呢，其实很多的这种就是动不动就告学校啊，告完学校以后，学校还告不赢啊，最后教育局也好，法院也好，抹个稀泥，所以最后中国的老师也不敢管学生啊，这就没法整。现在也有非常多中国人跑去美国开 Timo 的，想不到吧？我一个纽约的朋友啊，NYC 应该是纽约，对，纽约吧，朋友已经碰到了好几茬在那边找仓库的中国人了。是的，这个其实包括这个叫什么 Timo，包括 TikTok Shop 都在那边找这个有仓库的中国人。我理解亚马逊的打分逻辑是这样的，刷分毕竟要有成本，然后顾客真买下的还会退货，这个成本很高，太忽悠的产品没必要这样做。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有了制约啊。这个好吧，我来给你讲讲刷分的事情吧。这个在亚马逊上呢，最早打分是不需要买产品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就拼命上去刷。后来呢，这个亚马逊说不行啊，你们必须要买产品。然后这帮人就上去刷分、刷评论，然后呢，也确实是买，但是买呢是通过这个优惠券买，就是他先会给很多人发优惠券，然后呢，在优惠券里去买，买完了以后呢，也并不真实发货啊，这个只是这个虚假的发货，所以这个就是现金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都是假的。然后再往后呢，亚马逊就更那个要求严格一些，说你必须是用真金白银买，啊，这个所有优惠券都不算。然后呢，必须是要有真实的发货。那后来他就真的发呗。这个事儿呢，对于这个就是中国卖家来说，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你发的时候我就发到一些这种一些假账号、假地址，或者很多的亚马逊发货实际上是发到一个对应的仓库里去。那么这个就还是可以刷的，而且最后他发的也不是原始商品那个，比如说我卖了一个$100的东西，我最后发的不是那个$100的东西，我发个空盒子过去，对吧？那么发完了以后呢，最后这个也会有评分上来啊，就是这个对于亚马逊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搞不定这件事儿啊，这个他能想出所有的方法，我们都有方法可以把它解决掉。它所有的这个成本呢，我们最后会算，只要是成本在一定区间之内，我们就可以去把它规避掉。美式橄榄球啊，人体素质的顶峰，个个都超级人类啊，能打能跑能跳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倒觉得美式橄榄球的很多这个就是他们也是这个不是特别健康啊。你是虎妈，看出来了，你就是虎妈。对，南北战争死的人比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战还要多啊，好像是这么讲的。来英国当兵吧，先办个马耳他移民，有了英联邦身份就能参军，新兵25K 英镑，啊，2、3年后升下士33K，超过英国中位数工资了。这个像我这样都50了，我去那儿当兵，对吧？地方是靠北的，靠北的是一个吐槽的形容词，还是一个位置的形容词？应该都算吧。最少便宜15%，如何说啊？你如何比较便宜？人家是卖家，对吧？这个同样的一个商品，他在亚马逊也卖，在这个叫做 Timo 上也卖，具体是多少钱，他肯定比你明白。你是个买家，按照咱们天津人的说法，叫买的没有卖的精啊。在美国找仓库历史由来已久，在国内平台大批量海外采购前，就有小规模海淘或者是代购，海外仓往国内发的啊，这个是有，这个叫什么北美省钱快报啊，什么值得买啊，什么好多这个那个时候是搞这个东西。某马拉松报名啊，我们一个大群，没几个中签的。范总，这种中签是个什么选中机制啊？这个我还真没玩过。你像我这体质，肯定也不会是关心马拉松的人，对吧？
你这个过度解读啊，的确是纬度高，好吧？啊，纽约市不是纽约州啊，NYC 是纽约市。大国人找仓库的很多，为啥想不到？不过在纽约找仓库那么贵，这个肯定是在美国各个地方你都得找啊，对吧？纽约它肯定也是会到船的嘛，能带去这么远的路程啊，家长一般是签同意书的，啊，那里面一般会带一定程度的免责条款。我娃到学校对面公园上体育课，就得签，好吧？那么告书的学校和老师是没经验。我在中国上学那个时候，老师体罚的相当狠，而且打人都是打你后脑之类的，根本就不会留下痕迹。这个我觉得就比较过分了啊。其实也看在哪儿，你现在反正是越来越难搞了。我记得当年给朋友同事做海淘，走的是波特兰的免税仓啊，这个你还真干过这事儿。我老婆公司在做仓库的，啊，不过大部分都是国内卖家做亚马逊，Tmall 现在也越来越多，那些卖家都是各个平台都做，是这样的。所以突然觉得这个，这个亚马逊就比 Tmall 质量好的这些人，你们要看一看，这个没有哪一个卖家说我在亚马逊卖的好好的，我在 Tmall 上就不去啊，有钱不赚那是王八蛋。这个点赞啊，欢迎欢迎。我说的找仓库指的是 Tmall 开店找仓库的意思，啊，不是广义上找仓库。是的，Tmall 现在做半托管就要求你在美国有本地仓嘛。啊，看过个纪录片美国橄榄球后脑啊脑部后遗症挺多的啊，是这样的。那个不是纪录片，那是个电影啊，我也看过。怎么看允许国外开设私立医院的事情啊？这个我是准备聊一期的，但是呢，应该在礼拜天的中午啊，因为我们有一位网友呢叫 Alex 唐，他呢是悉尼啊，就澳大利亚悉尼卫生厅的一位公务员啊，然后呢，我准备找他来聊一聊，然后也比较一下澳洲的医疗跟国内的医疗的一个状态吧。但是我这几天实在是有点忙，所以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准备信息啊。等我准备好信息了以后，我们串一串。然后呢，到礼拜天中午12点，就北京时间12点。至于你们各地的地方是几点，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到那个时候去做一次直播。过度解读靠北的被塔主发现了，是的，塔主看着呢。辛巴直播间封了啊，好吧，辛巴直播间经常封，在墙内迟早啊，他这个就是正常的，封2次开2次，再封再接着开，他能直播几年没事已经很幸运了啊，他经常被封。学学香港电影啊，电话本这个垫着直接锤啊，这个我觉得咱们就不要去传授这种经验了。我们是一学期签一张啊，开学前大包干了。其实森林教育还真的是很有好处，小朋友现在就放到林子里自己玩，能玩1个小时，总能找到能玩的东西。你们森林里有狼没有啊？套句老范的口头禅，老范没有认真读我的意思啊，当然可以刷，然后刷完后读，卖了一堆，结果如果质量不靠谱，退货一大堆，啊，这些退货要么扔了，要么要不菲的运费啊。于是不好的商品其实就是刷单的积极性就不那么高了，或者信息不对称。像我这边倾斜了啊，这个卡尔加厨啊，给你提一个意见。你看看你有没有那个简繁体转换那种软件，你每次给我发简体回来，对吧？这样我读着会顺畅一点。这个你发繁体过来呢，其实我好多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单独我认不出来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你依然不太理解这个电商的本质，对吧？他会把退货的这部分依然计算到成本里去。如果我这个产品的利润足够高，算上退货，我的利润还是足够高，那我就去刷。
对吧？千万不是说因为退货了啊，这个我就刷着不划算了，我就不刷了啊。这个你想的太简单了啊。这个以亚马逊的这个价格，他们算上退货还是挣钱的啊。而且呢，这个亚马逊的退货其实都扔了啊。这个虽然有运费，但是呢，这个货回到亚马逊仓库以后，并不会给商家，绝大部分是不给的。亚马逊每年有一个生意，就是把这些退货的这个商品打包拍卖，然后卖到一些南美的这种卖家去，他们按重量买走了以后，然后运到南美再去拆，然后再去卖啊。这个所以这些货是回不来的。橄榄球运动员绝对不是普通人，对，绝对是卖命工种。Timo 找美国卖家可以避免这个 T86清关的风险，这样法律上 Timo 和亚马逊就没有区别了。是的，因为现在老说他那个占那个800美元免税的那个便宜嘛。好巧啊，第一次赶上直播真幸运啊！这个好吧，这个是我们原来的一个梗啊，现在大家都已经玩过了。我们家靠北啊，这个但是也没有那么野性，狼已经打干净了啊，好吧。刷单赚的是买家懒得退货的钱，他也不叫懒得退货，就是刷单这些人呢，他最后看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就是我把所有的成本算完了以后，到底能不能挣钱，而且他们最后会把那个利润算得很薄。今天下午才注册快手账号，就关注他一个，啤酒都准备好了，准备吃瓜。哎呀，你说你有这闲工夫啊？这种教育真的是为了孩子好，我也赞成啊。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因为成绩的原因，往死里用体罚去整学生啊，500米左右的跑道，让你跑50到80圈，我天，跑不完就不给你回家，因为这个回家很晚作业。那种天才的练习册很多页，还要抄几十遍，就是往死里整你。哎呀，这个，哎，国内的事情咱们就不要再去纠结这个事儿啊。繁体字最著名的句子是，不行，这个我读不懂啊，别跟我费劲了。这个，而且按照国内惯例，刷单是有收入的，没有减少积极性这种情况。是的，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个可以通过制度让他们变成好人啊，这个事儿就太简单了。啊，我娃学校也差不多啊，学校后面就是附近方圆20里唯一的绿地保护区，校园里就常有野生小动物跑进来，全校师生都和这些小动物玩，玩的可开心了啊，这个也挺好。亚马逊实际是 IT 公司，你刷单多会很容易被亚马逊抓出来的，呃，也算 AI 的应用，最后买家跟卖家，啊，卖家和卖家都可能会被关账号啊，这个，还要看啊，这个国内是拿到的这种亚马逊假账号也其实也很多，啊，这个我记得温州还是哪儿有一个公司叫大什么来着，叫我想一想啊，就是叫大群控，啊，听这名字你们能猜出来他干什么的？啊，他就是专门做群控软件的，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账号，他全是几千万、几亿的这种假账号，然后在这里边去做各种事情。所以呢，你们千万不要认为社会就是你们看到的样子，对吧？这个隐层社会有很多的。这个你们又找到共同语言了啊！这个买好东西是一种偏好啊，有钱谁都会买好东西。换句话说，买不好的也是一种偏好，就花那点钱啊，自然买到的就不是很好。我倒不太同意啊，这个因为你像我在拼多多上经常花的很少的钱，然后买回来东西我还很开心。然后呢，我去泰国啊，去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我觉得我花的钱也很少，然后买到的东西我也很开心，对。所以并不是说你花的钱少，买的东西一定很差啊。好，我们继续啊，吃药直播就是礼拜天直播，我们再去讨论这个 NHK 强制收费的事情。有评论说了，说德国也强制电视广告费，电视广播费啊，从来不看也要交，是为了这些媒体可以中立。TV license 英国也有，给 BBC 交啊，不看电视也可以不交。像你们如果只看 Netflix 和 YouTube 之类的，可以不交。日本跟英国一样的制度，
对，我也看到有人在讲说，日本 NHK 是因为要放什么这种地震广播呀，或者什么灾害广播呀，然后又没有广告，所以它是需要强制收这个钱啊。这件事儿呢，反正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制度吧。这个再往后啊，这个 ChatGPT 涨价$2000，谁用谁傻子啊！国内 Kimi 已经满足日常作业了啊。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 Kimi 是我用的所有的模型里最讨厌的一个。为什么呢？你比如同样的一个问题，你去问 ChatGPT，ChatGPT 可能告诉你说，哎呀，这个问题超出了一些什么范围，我不给你答了啊。你要去问零一万物，零一万物回答可能也是这样的啊，我不可以给你回答。然后你要去问 Kimi，他就直接报错啊，这个对于程序员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接受的。你不愿意回答，你可以说嘛，对吧？你包括你去问这个 XAI 的 Grok，然后呢，XAI 会用一个相对比较风趣幽默的方式来拒绝回答你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Kimi 呢，属于一方面，他排斥的问题还特别多啊，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别人能答他不能答。第二个就是他不答就直接给你报错啊，这太讨厌了。所以我现在是坚决不用 Kimi。再往后啊，说黄仁勋这个主权模型概念很有商业创意啊，集权者不差钱，既要管控又要刚需啊。对，这个因为我们前面做过一条这个主权大模型的这样的节目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因为以后真的是谁掌握大模型，谁掌握信息，谁掌握社会上，谁掌握权力。那么权力呢，肯定不能旁落啊，一定是在这个政府机构手里边。好，继续说，有时候 AI 是不是下一个拖垮中国的范本？这个犹如当年的星球大战拖垮了苏联，随你们如何笑吧。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就是AI 肯定会让我们现在花很多的钱去囤显卡，去做各种东西啊。但是其实这种 AI 也好，软件也好，他们在整个的全国 GDP 里边花掉的钱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啊。咱们大头其实还是去干别的去了。另外呢，就是这些年来的 IT 建设、互联网建设，对于这种整个的社会风气改良或者什么这个事儿是不是有帮助呢？其实也还是有啊，就是大量的这种叫做实名举报，其实现在对于整个的社会，我觉得还是有好的效果的。至于说 AI 是不是会拖垮别人的话，我其实并不那么阴谋论了。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未来的方向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我看看这边儿。现在有 AI 生成文字，想要刷单不重样值，简直不要太简单。是的，刷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啊。刷单平台太容易跑路了，一跑路，刷手就跑到平台来退款啊，申诉没有一点机会。这个反正有很多黑暗的地方吧。我还是不懂老范的商业逻辑，继续请教。他忙了半天，我最后退货了，他又没有赚到钱，白忙干啥？你能代表全部的用户吗？对吧？你只是他退货的里面退货率分子上的一点点而已，对吧？他最后算的是平均的一个退货率，对吧？就跟我们安装软件完了以后，最后算次日留存一样，我们也不能说今天把软件装上，明天100个人全在啊，对吧？你退了，别人没退啊。他最后算了，比如说，哎，这个产品退货率是85%啊，那我是亏钱的；退货率是84%，就是挣钱的。他有可能会把这个东西算到这样，你可能是85%里的一个，对吧？那他最后说我不刷了。那如果是84%里的一个呢？对于你来说，你都是100%退货了；对于人家来说，人家就从不挣钱变成挣钱了，这个生意就从不能做变成能做了。对吧？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事儿，这个就这个白忙了啊！你要知道，在国内服装品类的退货率就是80%，就是你买100件衣服，80件都会退的，然后他们依然在那儿刷单，依然在那儿做广告，这个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亚马逊可能退货率不会到80%啊，但是比如你退到30%-40%，他们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是一种物和价的预期啊，其实他们就是在一个大的模型里边儿他们去调每一个小参数，然后最后让整体的一个模型保持在一个盈亏平衡点上。英国165磅了，电视税。那它到底是税啊还是别的呀？你不交税那是要罚的呀。公共广播系统就是沿用 BBC 的，美国的 NPR 也是类似的，但是美国比较宽松。靠捐款这种体制也是对大众负责的一种体现啊，否则商业媒体可以无下限了。是的，美国其实好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儿。这东西就跟直播带货转化率一个概念，退货量只要不影响卖出去退货，卖出不退货物得来的利益，这个生意就有得做。是的，所以他最后看的是比例。我现在已经不听 NPR 了啊，记者不是在报道，让听众想，是记者自带观点太多啊，这个我不知道是讲的是什么。不要说禁止互联网实名举报了吧，这个对，他呢，其实散人讲的是要禁止你随便去求助啊，并不是说禁举报，但我觉得那个政策出来，对于实名举报是会有一些管理的。是啊，我现在在亚马逊上买的，需要退货很少。如果退货，一是方便，二是我去刷单的地方给个差评，在网上上视频啊，然后这个观看率比较多，好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跟这个卖东西的比起来，然后你觉得你比他机灵这件事儿，你只要觉得你真的比卖东西的机灵了，这个卖东西的人就赢了啊！这个所有买东西的人一定要想明白这件事儿。我拒交 BBC 电视费已经至少10来年了啊，家里连电视都没有，平时看电脑屏幕、打游戏、看电影，用投影啊，只要自己申请，说不看电视直播就行了，会派人来查。但是如果是正常家庭地段不错，检查的人都会选择相信。反正我家来查了一次之后10来年，一直没有再来查过，好吧？还真的有人去查呀。当年还允许看 BBC iPlayer，现在不允许了，不看就不看呗。嗯，你像在中国，别说这个什么了，你还要收这个费。现在中国规定你不许收费，然后不许上广告，然后你还必须保证开机要能看到电视新闻，对吧？否则他这个新闻就没人看了。这个才是中国政府现在真正着急的地方。麻烦讲一下拼多多 API 的使用啊，我还没用过，呵呵，这个有点超出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了啊。昨天退订了《纽约时报》，开始订《华尔街日报》，告别文青时代，开始中年人的生活。不，你还年轻，你还可以挽救一下，把刷单退货成本看成广告成本，就能够理解了。是的，这个卡尔加楚老觉得这个他能够在这个代表所有人，他只要退货了，别人就都退了。这个怎么说呢？在美国呢会有差异，但是呢差异也只是量的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啊。这个商品退货，而且上差评的比较多，信息不对称的矫正相对比较给力，你还在纠结这件事儿？我跟你讲吧，你刷的差评根本就没有卖家刷的差评多。真正在上面点差评的是谁？是你的竞争对手啊。比如说你是卖饭盒的，我也是卖饭盒的，然后我要跟你竞争，我就拼命上你那上面去刷差评去。这个事儿现在亚马逊的那个商家跑到那个就不叫亚马逊商家，就是亚马逊官方在中国开这个招商会的时候，都在那求你说求求你们不要相互伤害，行不行？大家好好做生意不行吗？你还跑到对方那儿去刷差评，跑到对方那儿去举报，你在那儿刷个差评，那管个屁用啊，对吧？
就是你在亚马逊上买东西没毛病，但是你买的还是中国人造的东西，还是中国人卖的东西，那么大家用的都是同样的玩法。你刷个差评，对于其他人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左派媒体最近太左了啊，左到我都受不了了。今年大选，左派媒体更加疯狂，看不下去了。哎，好吧，看来你是今年转川粉了。这个其实是一道数学题，分子之于分母的关系，分母足够大，分子再怎么折腾，这个数都非常小啊，可能要比这个数学题要稍微复杂一点啊。不是说我比商家聪明，我少被商家忽悠不香吗？我觉得啊，你别想这事儿了，就是你需要什么呢，你就去买，买完了以后呢，使得开心呢就用，使得不开心呢就退，你就不要去琢磨商家到底是怎么干的，对吧？商家干的很多事情啊，这个是超出正常人的范畴的。你如果能想明白了的，你就已经这个不在正常人范围内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会给自己徒增很多很多的烦恼，没有必要。我的建议是都看啊，绝对的垄断造成绝对的腐败，啊，这个反正换着看也挺好啊。你就想想亚马逊为什么这么多次调整评价推荐方法就好，明白了。美国亚马逊也逃离不了中国卖家刷单的魔爪。是的，中国现在刷好评的不多，刷差评的才多呢，对吧？刷好评难，现在就是拼命上去刷差评，这个多去了，各种举报，对吧？人家举报比你这复杂多了。你比如说你那儿卖饭盒，我也卖饭盒，对吧？然后呢，我先去建一个网站，然后拿爬虫把你的网站，把你的那个商店里所有的商品都爬下来，然后呢，在我的网站上挂上，挂完了以后呢，我向这个亚马逊举报，我说你看他在外边也卖啊，在里边也卖，而且他卖的这个商品啊，比亚马逊上卖的还便宜，亚马逊咔嚓就给你下架了，对吧？这个很多玩法。包括国内刷仅退款的好多都是竞争对手。华尔街还凑合，本身媒体是靠左啊，华尔街的媒体是中立靠右啊，好吧，一堆反直觉的数学计算，搞懂这些就是为了卖东西啊，就是为了买东西啊，还不如自己开店赚钱。我觉得他这个不叫反直觉，就是他这些数学呢都是在人性的基础上，但是呢，中国卖家吧又没有那么懂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呢就是属于拿着一个公式，在这生试啊，就是他最后尝试到盈亏平衡点就完事儿了。底下的很多的这些人性的弱点，他并没有那么理解。而且在试验的过程中呢，绝大部分人都死掉了，剩下的人呢就是偶然活下来的人，不用替商家操心。如果赔钱，他自己就不干了。对，就是这样的啊。看看大家努力解释的样子，我捏了一把汗啊，没什么。这个正常卖品牌就买品牌就好了啊。退一步选择安 r 啊，绿联也行。对，安 r 其实，怎么说呢？安 r 那哥们儿原来是谷歌的，就是安 r 的创始人。啊，像我们以前投过一个在深圳做亚马逊大商家的啊，叫星什么来着，我忘了啊，我一下把他名字忘了。就是这个我们投资的那个亚马逊大商家，他这个创始人原来就是亚马逊的员工啊，亚马逊在美国那边写算法的员工，他到中国来做亚马逊商家来，你觉得他懂不懂亚马逊算法？对吧？这个所以这个很多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大家老老实实做生意啊，或者说亚马逊真的能把中国这些商家治了。只是我刷差评当然没用，刷差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再说啊，这么说吧，我搞过电商啊，其中就有大中国啊大国客户卖手机配件、卖假珠宝，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可能接触过啊，但是呢，可能对于人性的黑暗面看的还是稍微有点少。用的好刷好评不到1成，用的差刷差评估计有5成，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啊。这个绝大部分人用的差的也就拉倒了啊，没有那么多人有闲工夫给你刷差评。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评论里头，大部分其实都是假的。好啊，我们继续。呃，Founder Mode 和这个Manager Mode 啊，就是创始人模式和管理人模式。啊，这个别的不说，郭德纲肯定传儿子啊，不然也没必要对郭麒麟这么严厉。这个事儿怎么说呢？郭麒麟反正有他自己的追求吧，他其实在避免去接班。我记得原来有好多的那个凡尔赛的说法，就是再不努力就要回家接班了啊。我们以前投过一个案子叫编程猫啊，那个老板叫李天池，他是专门做少儿编程的。他们家里头应该是在广东那边开房地产的，啊，他就属于那种再不努力就要回去接班了，啊，就是我们还是认识一些这样的人的，就是郭麒麟现在也是这样，再不努力就要回去接班了，啊，这个再往后啊，这个叫我觉得库克被批评了，是的，这个我整个这个视频里头呢，讲到了山姆奥特曼，讲到了这个叫做乔布斯，讲到了马斯克，这都属于创始人中的典范，对吧？管理人中的典范，讲到了这个微软现在的 CEO，讲到了苏妈，对吧？但是我们就没有提库克。哎，你看他发那个秋裤色的手机，对吧？你不骂他骂谁？啊，这个守成之君嘛，也就如此了。好，最后一条啊，网上的SpaceX 发射北极星黎明号，说普通人短时间别想了，大航海时代也没轮到普通人。SpaceX 的 EVA 是很了不起的技术成果，而且仅仅是个起点。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大航海时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直播里去提这件事儿呢？就是如果是开启这种大宇航时代呢，肯定会很像。但是大航海时代呢，其实是一个很野蛮的时代。这个上船的人，别说普通人了，什么缺胳膊少腿的、瞎一只眼的都上去了，对吧？还有很多的身体并没有那么好的人也都上去了。现在的话，肯定是不允许这件事儿，因为现在有保险公司，有很多的律师啊，去管理着你啊，他不允许你去做这个事儿。像以前大航海时代，真的是什么缺胳膊少腿的人，只要凑够一条船，或者说抢一条船啊，大家都在海上飘着啊。只是呢，最终我们能够传送的故事啊，都是一些传奇故事，而且这些传奇故事的这些人呢，也未必是这个四肢俱全、身体健康的人啊。所以这个跟大航海时代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好啊，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这边的评论。啊，这个刚才看了啊，我还是倾向于美国还是该选冷战总体啊。左派虽然很蠢，但是左派是懂冷战那套玩法的。右派看似对公民有利，但问题是孤立政策一直是右派这个奉持的东西。现在美国的优势还是建立美苏争霸的基础上的啊，这种时候，国际上奉行孤立政策，迟早会让美国的优势不复存在，到时候民主就危险了。这个我觉得，反正我作为一个帝都人士啊，这个吃瓜就好了，没有必要太认真。啊，多年前给淘宝差评，被卖家恐吓过，后来再也不做任何评价了。啊，这个他们现在专门有处理差评的公司啊，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产业。创始人模式赌人品啊，经理人模式，这个就是赌制度。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创始人模式呢，肯定是你碰上什么极端的人都有可能。经理人模式呢，也有很多比较奇葩的啊。我记得国内原来还出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有老板给自己的小孩做这个叫做家族信托，结果被他的律师呢在里头三绕五绕，然后把那个受益人改成律师的孩子了。所以这个职业经理人也未必都是好人。我个人看待美国的大选态度就是，对，咱们吃瓜就好了。对，我相信更多人是不留评价的。是的，这个后来亚马逊用的是一个比较奇葩的方式，就是，你这个卖了多少件商品，应该有多少评价，超过的部分就算你作弊。比如说卖了100件商品，应该有3个评价，
你有5个评价了，你就是作弊，对吧？他最后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粗暴的方法。提到苏妈，我这2天才知道苏妈居然还是 TGA 评审团的一员。哎，那个谁是不是黄仁勋是不是？应该也是吧？我觉得可能是。选谁无所谓啊，等的就是一个确定性啊，就是等呗。对于我们来说差别不太大啊。我也是没有投票权的吃瓜群众啊，其实谁上来都一样啊，封3个月而已，上台就都老实了。我觉得我其实还是希望川大爷能上啊，川大爷上来以后的话，可能我们可以讲更多的节目，对吧？对于我们这种靠吃瓜混日子的这种自媒体博主来说，川大爷会是一个利好啊。这个卡梅拉上来的话，可能会比较闷。乔布斯肯定打破了很多制度，才有了苹果那样的辉煌。但是现在的苹果肯定也是建立在乔布斯建立的制度之上，只不过无论哪种模式都是阶段性的啊，看起有没有勇气去打破路径依赖。是的，这个但是有的时候打破路径依赖就走出来，有时候就挂了。老黄好像真不是啊，还是这样吗？这老黄肯定不能忍啊，这得弄一个呀。要民主党在美国内政策没那么左啊，共和党的外交没那么右啊，这个我觉得，选举这种事儿呢，可能还是要广大民众去支持啊，所以还是要极端一点。像我们这种抹稀泥的肯定是没戏的。报一个小料啊，哈根达斯电商4个人1年坑了3000万，6月底公司自己到上海长宁清真报案了，好吧，这个做广告这个坑钱太多了。没有川普，还有马斯克。马斯克他是没有选举权，没有选总统的权利的，他不是美国出生的。但是我也偷偷觉得，卡梅拉南啊，他估计上不来啊，这个看吧。我觉得这个势均力敌呢，才有瓜可吃嘛。川普昨天表现太差劲了，感觉他的赢率不会太大这次。是，应该有点势均力敌。现在卡梅拉好像又惦记说，咱们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啊，这个好像挺好玩的，对吧？川普好像不太理他了。呃，过去民主阵营也是一大堆问题啊，什么时候大家都是一家一本难念的经吧？我看正评啊，无论谁上台，对中国的态度都不会有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好啊，我们的评论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了，呃，大家早点休息，我也早点休息啊，明天还要再去录新视频。我们今天到这里，再见。下周三继续读评。结束。